瓮棺，瓮棺是指用陶制容器作为葬具。瓮棺葬起源于新石器时代，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流行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。瓮棺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，个别成人也有用瓮棺，一般用2或3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，多数埋在居住区内、房屋附近或室内地面下。瓮棺葬的葬具底部一般钻有小孔，作为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。瓮棺作为一种特殊的葬具，它的出现与后期的石棺、木棺具有共同的信仰和观念，即灵魂不灭。有人认为，在这种葬法中，瓮棺象征孩子安睡的子宫，而覆盖棺孔的陶片涂红是象征血。瓮棺内小儿尸体的下肢或作蜷曲状，则是恢复人均母胎时的状态。故以瓮棺葬小儿的目的，其实是期望复生和再生，而瓮上钻孔是希望给其一定的空间，能恢复呼吸，得以复生。这可能与当时的诊断技术落后，幼儿常出现假死的现象有关系，所以大人存此侥幸念头。在壁画的复原图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人手抱瓮，进入复生的最后一个阶段。瓮应该被赋予了保存灵魂的意义。古埃及以精致不腐的木乃伊出名，他们认为灵魂会重新回到死者的躯体，如果躯体完整没有腐烂，灵魂与躯体就会活到另一世界里；如果尸体腐烂，灵魂也就不复存在，人也将真正的死去。所以为了使死者能继续在来世更好的生活，就必须把尸体完好保存。但木乃伊制作工序繁琐，不是每个家里都可以做得起木乃伊，所以穷人用瓮来保证尸体不腐烂入土，让灵魂可以找到归宿。木棺，最早的木棺遗迹证据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，发现于陕西。在半坡早期遗址的152号墓中，发现了一个长方形木棺的明确证据。半坡棺属于一个4岁的女孩。公元前4100-2600年，在山东城子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了多达10具木棺。双棺最早追溯到公元前3400-2250年，由外棺和内棺组成。三重棺最早追溯到公元前3000至2000年，由2外棺和1内棺组成。古人称这为棺椁，椁包裹在内棺之外，可以放置较多的随葬品。可见棺小椁大，棺在内，椁在外。石棺，最早的石棺由第3王朝的埃及法老使用，出于公元前2613年。到公元前550年，一种晚期彩绘陶器中的古希腊石棺，它们由棕色到粉红色的粗粘土制成，覆盖着白色的泥浆，然后涂上油漆。大约公元后100年，古罗马石棺用金属、石膏以及石灰石开始流行，并且精心雕刻石棺。全球最逆天的棺材，为4大文明古国之一。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古埃及社会，从一定的角度来说是差不多的。中国的皇帝是国家身份地位最高的人，而古代埃及的法老王也是如此，法老的墓葬规格也很大。古埃及与中国可以说是有很高的相似性了。从下葬这一点来说，权力地位越高，墓葬规格就越大。全球最逆天的2具棺材，一具来自埃及，图坦卡蒙是古埃及最著名的法老之一，其陵墓的陪葬品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基本都是距今3300年的黄金制品。他的棺材更是逆天，是用重达350公斤的纯金打造，全棺长1.87米。就算这不是一件古老的文物，这黄金棺也极为的珍贵。除了由金打造，棺材表面还镶嵌了大量的宝石，总共有9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具棺材原本并不是为它打造的，研究人员
在利用现代科技对图坦卡蒙进行还原之后，发现他是一个有畸形足、身体瘦弱的人，身高仅1.65米。所以这具大型的棺材根本就不符合。这棺材原本是他一个祖先要用的，只是他死得早，所以就只好拿了别人的给他用。另一具是来自中国湖北省随州市肋骨墩1号墓，墓主人曾侯乙，为战国初年骨随地诸侯国曾国国君矣。可见这具棺木大约公元前400年。这一具世界上最大最重的棺材，外观以青铜为框架，用紫木板镶嵌，外观一侧的下方还开了一个门洞。有人猜测，这也许是为了让主人的灵魂能够自由出入。重量足足有9吨，据说当时在挖掘的时候，吊车吊不上来就算了，反而连吊车的尾部都微微翘起。光是棺材板就已经有2吨了。曾侯乙墓发现的同时，出土的种种文物震惊世界。以上的是本期内容，如果喜欢，请订阅、按赞和分享，谢谢。